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与你看赛事。韩国公开赛才刚结束，球员们马上又要飞到日本再厮杀一番了。今天我们来看看今年的日本公开赛。这次的日本公开赛又回到了东京举行，地点在涩谷的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的第一体育馆举行，里面可容纳超过1万人哦。而现在正是日本的夏天，天气相当的酷热，球员们得做好准备，多多补充水分哦。这次的日本公开赛从7月25日一直比到7月30日。本届赛事属于超级750赛的级别，今年的总奖金比起去年多了10万，高达了85万美元。贵为750赛，日本公开赛吸引了全世界顶尖选手过来参加，而其中当然有一大部分是直接从韩国赛过来继续他们第2周的征战。在混双方面，世界前10选手都参加了，像是混双 Big Four 大马的吴顺发、赖洁敏，以及唯一一组来自欧洲的种子组合法国的 Tom、Delphi 也都参加了。去年日本公开赛的混双冠军是泰国第一混双 Dichapo Sapsiri， 当时他们顶着主场压力3局立刻地主选手渡边勇大、东野有沙。今年的他们首圈便不容易，将碰上丹麦的 Mattias、Alexandra。 虽然丹麦组合排名有些逊色，但是今年他们表现越来越好，在上个月的新加坡公开赛更是2局战胜了 Dichapo Sapsiri， 一路勇闯到决赛，最后更是拿下他们生涯首个750赛冠军。这次泰国组合能否复仇成功呢？另外，其他值得关注的首圈赛事还有荷兰的 Robin Selena 对阵大马的陈堂杰、杜一卫，双方在交手记录上都各有1胜。另外，渡边东野对阵印尼的 Pravin Melati 也是令人期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女双项目。在种子选手方面，除了中日韩选手，还有印尼的 Rahayu Ramadanti 被列为6号种子。去年日本公开赛的女双冠军，也是今年的7号种子韩国的郑乃莹、金惠珍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去年的他们在大决赛对阵自家球员，几乎每个回合都是夺牌来回，比赛最后更是打到了28比26才结束，而2局的比赛竟然耗时了1个小时半，实在是一场体力大考验。今年他们的首圈对手是印尼的 Febriana Amalia， 刚刚夺得韩国赛冠军的陈清晨、贾一凡也很有可能连续2周在第2圈碰上大马的乐蒂组合。在不久前，乐蒂组合也力抗3局，差点让陈家止步韩国赛次圈。这个星期他们能否突破呢？还有一场首圈焦点战是印尼第一女双对战日本的松山奈未、织田千阳，相信也会是一番激战。另外有趣的是，4组参赛的中国组合都被排在了上半区，而4组参赛的韩国组合统统都被排在了下半区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今年的大决赛不会有中国内战，也不会有像是去年一样的韩国内战哦。在男双方面，和刚刚结束的韩国赛一样，世界前8的组合都报名了。去年的男双冠军是中国的梁伟铿、王昶。去年日本赛的两王可说是一黑到底，当时他们才搭档3个月左右，以非种子选手身份打败印尼神话爸爸组合阿三瑟亚万还有 Alfian Adianto 等多个顶尖组合，一路杀进大决赛。面对丹麦老将，他们也毫不胆怯，拿下了他们搭档以来第1个公开赛冠军，可说是一战成名。时隔将近1年，他们现在已是2号种子了，首圈将碰上印尼组合 Kusuma Wardana Rambitan。 你们觉得他们今年能否卫冕呢？另外在下半区值得期待的首圈赛事还有韩国的崔帅贵、金元浩对阵中国双塔刘欧，想必会是一番激战。在上半区方面，
印度的第一男双 Shetty Ranki Reddy 最近可说是势不可挡，刚刚拿下韩国赛冠军的他们将对战印尼的卡丁车组合。另外，林洋配在首圈对阵的这组00后组合，中国的陈柏阳和刘毅也不容小觑。他们今年在4月的法国奥尔良大师赛上，从资格赛一路打进到了大决赛，最后更是拿下了冠军哦。在女单方面，我又得重复一遍我的台词了。随着女单 Big Four 都参加，其他女单选手得加把劲了。不过经过韩国赛一轮的厮杀，不知道连续2周的疲惫征战能否造成最后他们这桌麻将无法凑齐呢？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去年的女单冠军是地主选手山口茜，去年的她2局轻松的把安小妹给解决了。今年山口茜和陈雨菲都被分配在下半区，很大几率会在半决赛上对决，而陈雨菲很有可能在8强赛上碰上自家球员，小戴则被排在下半区。这次的签运会比上星期韩国赛的签运再硬一些，如果一切顺利，很大可能在半决赛上再一次碰上安小妹。最后的男单赛事，看到大魔王安赛龙的名字在名单上，各国男单心里大概也凉了一大半。而早前缺席韩国赛的金丁和库拉乌也都报名了。去年的男单冠军是地主选手西本全太，当时的他可说是让大家跌破眼镜，因为成绩向来平平的他突然大爆发，首圈打败印度一哥 Lakshya 之后又打败 Jonathan Christie、Antonsen 等好手，闯入大决赛后拿下4号种子小天，夺下了他生涯首个超级赛冠军。今年的他首圈将碰上刚刚复出的大马头号男单李子嘉，面对上一届冠军，李子嘉能否顶住压力呢？另外在这个班区里还有不少焦点赛事，像是王子维对阵库拉乌，最近他们在新加坡赛的交手中打得非常激烈，决胜局更打到28-26，王子维这次能否复仇成功呢？而刚刚结束对战不久的黄志勇和罗建佑，这次首圈又再碰面了。在上半区，林俊逸可说是帅到了极点，首圈就碰上了大魔王安赛龙，希望他能给予顽强的抵抗。其他首圈赛事感觉也会相当激烈且充满变数，像是这场Srikan对阵小天的比赛，他们上一次的交手已经是快3年前的事了，而施一奇和吴家朗的这一战也相当有看头。最后希望这周不会再看到有球员受伤退赛的消息，祝愿所有球员们都能健康完赛。这一期的与你看赛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